大家好，今天是9月3号周末，给大家聊3个话题，一个是7月24号的那个全教授的发布会演讲的视频啊泄露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呢是北科大陈博微博更新了，咱们解读一下啊，学习一下。第三个呢是一篇香港城市大学的论文。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这个泄露的视频。推特上这个应该是个韩国网友，他叫世宗 Sejun， 他说呢，在7月24号啊，那个新材料这个发布会上的这个7月27号啊，这个发布会的视频泄露了，很多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一张照片，这个全教授的这个完整的发言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视频呢很有意思，这个相关的图片大家可能在专利的文档里也见过，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这是大图啊，这是放大的，这是画中画算是啊，这是全景。可以看到啊，这个磁铁推进，这是永磁体推进这个样品之后呢，这个样品呢就好像受到了排斥，有一定的抗磁性。然后呢，它跟着往回走，是不是磁通丁渣在起作用呢？它这个视频有点遗憾，就是它推的有点快，它应该推到一定程度制住，看看这个磁铁呢是不是就能 hold 住，是吧？这个样品啊，就是左边这个图，这个小夹子夹着这个导线，下边夹着一块磁铁。看过 LK99 专利申请里边的图片都知道这个图片，这是一个线，带着。那么下边呢就是这个磁铁永磁体。那目前来说这个实验啊是略微有点遗憾，就是它没有说完整的这个磁通丁孔啊，或者磁通丁渣的现象呢，看的不是很全面啊，不是很全面，我觉得啊，别的呢都还挺好啊。这是现场的一个视频，那现场视频怎么解读呢？它是抗磁的，还是顺磁的，还是铁磁的？从这个视频上来看，还是表现出某种的抗磁性，但不是说垂直的悬浮，是吧？也不能完全确定它就是磁通丁渣。这是全教授的发布会上的视频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到现在1个多月了，我们一直在每天聊这个话题。那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陈博微博的这个内容啊。那陈博呢更新了他的微博啊，很长啊，他一发就是很长的，看这么长内容，还引用了很多链接，他是把一个小论文式的这么一个写法。这篇文章啊，这个陈博呢谈了几个主要观点，一个是对真可爱呆的这个路线啊给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呢是目前比较适合当前研究这个问题的学院派的做法啊，目前也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纯项的获取铅铜磷灰石像的方法，就是 LK99 的制备方法。那当然了，我们也是最早这个介绍真可爱呆和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他们殊途同归，都用这个方法研究出了这个合成路线啊。我和真可爱呆啊，包括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那位博士呢都联系过，当然他们对这个事儿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陈博认为呢，如果铜的掺杂量达不到能系消失的程度啊，仅靠这个单向固相合成方法就很难获得这超导相，这就意味着需要考虑其他手段，比如界面薄膜技术啊。第三个呢，就是排除了单向固相合成后啊，那么呆博士啊很可能会就是他们要继续做呢，采用这个铜薄膜作为基体，将掺杂的这个铅铜磷灰石呢作为界面层，这2层叠加方式。那么新体系的合成呢，需要从电子结构出发进行理论的筛选，重点考虑呢能系问题和比较适合的掺杂的方法。另外陈博士也主要从无机非金属陶瓷的这个基础理论角度分析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些经验总觉出错概率较小，预测是比较准确的。当前的目标不仅仅是验证结果，而应该呢关注他们的判断过程和技术思路这对将来应用很关键总的来说呢，就是陈博士对于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对室温超导材料的合成方法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独到的见解，强调了理论
预判啊、预言和经验总结的这个重要性两条腿啊。那么这对其他研究团队呢，我觉得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那这里边呢，他对戴博士啊，就真可爱戴，这个采用的合成方法确实是比较高度评价。另外呢，他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学院派的这个说法里边分析了目前的各种纷纷纭纭的这个说法，也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他第一个例子就是真可爱戴的，第二个提到牛建扎的那个多层的那种方式啊，包括罗老师啊，还有清华薛其坤的那个铁基单层超导体系。那对于这个学院派啊，对当前史文这个超导的看法啊，他文件里边呢，就是提了几层的意思。一个是目前的目标啊，不应仅仅是想证明，某个人的结果是否正确，而是应该判断他们技术的过程和实现方法。第二个呢，要善于利用排除法，先排除某些可能性，才能判断最后的技术路径。这是就是学院派思路嘛。那合成新材料需要的理论，这个预判和经验总结，同等重要啊。对于无用的实验要进行筛选。重点呢应该考虑材料的电子结构、能系问题和掺杂方法，而不仅仅是这个追求这个高温超导本身。所以呢，他说那个学院派呢，看来更看重对技术过程的这个判断，而不仅仅是结果本身。他们这个就是在多方面应该总结啊。那现在这个陈博士这个推文呢，确实比较长，我就不完整的读了。总体来说呀，陈宁博士呢对于超导是绝对是导的啊，他是比较支持的。他也写过自己的论文，关于预判，这个 LK99 啊，他的这个超导的下一步啊。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下这篇论文啊，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的这篇论文。这篇论文也是一篇合著的论文啊，它是由香港城市大学、中科院物理所和这个以色列一家叫本古利安大学吧合作的。那香港城市大学呀，它的这个论文的一作第一作者叫香良，应该叫梁相吧，第二作者叫林志浩他们都是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的。那么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在超导材料和电子结构研究方面还是有一定实力的。通信作者呢叫马君中这个教授他是城市大学物理系。另外一个通信作者呢是中科院的物理所的常青金那么他也是在超导领域的这个学者。还有一位通信作者呢叫任阳也是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的。另外还有这个中科院合作方呢有王善，还有本古利安大学的Namanish他在这个合作方所以这个做论文的可以说合作了，汇聚了香港城市大学、中科院、以色列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学者在理论计算光电子能谱测量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那这些单位在高温超导材料相关领域呢，也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水平。这篇论文它不是议论 LK99 的它是议论在氮掺杂这个卤氢化物它的电子结构中，它的使用角度分辨光电子能谱，就是 ARPS 观察到了扁平能带和范赫夫基点，就是 VHS。它主要的发现呢，就是成功合成了这个氮掺杂卤氢化物单晶，并进行了表征。在 X 射线衍射，就 XRD 显示它是立方结构，它的晶格常数呢是 5.03A。第二呢是广泛的使用了 ARPS 测量，发现在费米能级附近存在明显的扁平能带，结合能力为0到250兆电子伏特。那么这些扁平能带在不同的面内和面外动量下都存在，说明它们具有固有的三维性质。在一个特定的光子能下，散射能量带呢展现出来费米能级附近的一个VHS， 就是范赫夫起点，一个孔状能带顶在-0.1兆电子伏特，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呢存在电子状能带，这暗示了安典型的范赫夫起点。
在一个特定的光子能下呢，散射能带展现出了费米能级附近的一个 VHS 就范赫夫起点，一个孔状能带顶在负0.1照这个电子伏特，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呢存在电子状能带，这暗示了暗点型的范赫夫起点的这个电子结构。那么这个论文就是氮掺杂卤氢化物的这么一个计算成功的再现了在实验中观察到的这个扁平能带和范赫夫起点，所以呢，证明呢这个材料中存在卤氢化物那费米能级附近呢存在的扁平。总之这个论文呢，首次在稀土氢化物体系中呢，实验观察到了共存的扁平能带和 VHS， 为理解这类材料的超导电子起源提供了见解。那这个里边关键就是在氮掺杂卤氢化物的这个电子结构中，首次观察到了扁平能带和范赫夫起点的共存。这个范赫夫起点就是 Van Hove Singularity 它是一个物理的概念，我们简单说呢，就是它指的呢就是晶体材料中能带结构中的一个特殊点，而在这个点附近能带的曲率接近于0，导致态密度出现非常尖锐的这个峰值就像我们生活中天花板上的那个拐角一样，是吧？在那个拐角点呢，曲率是瞬间变化很大，能带结构中呢也存在这样的拐角使得呢电子态密集产生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点就叫做范赫夫起点，位于费米能级附近的时候呢，会导致物质具有非常高的这个态密度。那高态密度呢，会增强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对于超导的形成是非常有利的。那一些高温超导物质中呢，都发现了 Van Hove Singularity 这个都被认为它们和超导有关。那么通过你调控这个能带的结构使这个 Van Hove Singularity 呢接近费米能级，或许呢就可以找到更高的这个超导温度。所以简单来说这个范赫夫起点呢，就像能带中的一个尖峰，它代表了电子态密集，这有助于产生超导。所以通过调整它的位置，就可以优化超导的性能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学过高数的朋友，它就是不可导那么一个尖点，是吧？所以这个论文它使用了很多的实验方法包括使用这个氮掺杂卤氢化合物单晶呢，进行了这个 X 射线衍射 XRD， 利用这个角度分辨光电子能谱进行了弦系的电子结构测量。那他们这个论文的用途就是将来在探索和理解氢化物和超导材料方面的这个电子起源会很有帮助。那因为这个实现室温超导提供了新思路，就是通过调整这个扁平能带和范赫夫起点的能级来增加电子间的这个相互作用。所以呢，我们也选了这篇论文，也比较新，是刚刚发出来的语音版的 arXiv 上的论文。这个可以说给室温超导呢也指明了一个新方向过去对于扁平能带和范赫夫起点的共存是在实验上是比较少的能观察到的。所以这篇论文他们独特的地方就是首次观察到了，在这个氮掺杂卤氢化物氮晶上的观察到了扁平能带和范赫夫起点的共存因为这样的合成材料呢不是很容易的。那当然理论上呢是两者是有可能共存的，但你需要找到合适的材料系统所以扁平能带呢，它是来源于电子跃迁和反弹回散，而范赫夫起点呢，它来源于红相反弹回散两者的机理是不一样的但是看起来是可以共存的。过去可能这两者呢各自对超导是有促进的，但是很少把两者呢联想到一起因为缺乏实验证据。所以呢，对于这种卤氢化物体系氮掺杂后产生的扁平能带和范赫夫起点的理论的预测最近就出现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新思路又是一个新思路协同电子间的相互作用让两者共存实现这个将来超导的一个新的突破这是这篇比较枯燥的论文，不是直接讲 LK99 的，但是呢也是给室温超导指明了方向，是吧那今天聊了3个话题，一个是呢
钱教授在7月27号那个发布会上的视频泄露，看起来呢表现出了某种的磁通定差现象。第二个呢是我们学习了陈博微博啊，看到了一些他对目前史文超导研究的一些自己的独特看法。第三个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的一篇关于氮掺杂卤氰化物的这篇研究论文，特别提到了这个扁平能带和泛赫夫奇碘能共存的这么一个特点啊，对于以后的超导研究呢会比较有帮助。那这是今天的话题，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啊！无论是点赞还是拍砖，我们都欢迎啊！大家积极互动，提高我们的流量。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